欢迎收看《宝洁点评》。今天全球股市大跌，台湾的股市几乎遭到了血洗。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不确定的因素持续进行，没有人知道伊朗的这个战争什么时候可以控制，什么时候可以结束。本来以为说川普已经进行了斩首，顺利进行斩首，杀了哈米尼，不但杀了哈米尼，他的1号接班、2号接班、3号接班，一个一个都被铲除殆尽。本来以为说在群龙无首的状况下，伊朗你只能接受，你只能谈判，没有想到在这样的状况下，他的飞弹照飞。他的无人机继续攻击周边的国家。原来他们现在有一支叫革命部队，这些革命卫队在哈米尼过世之前下了一个脚本。这个脚本就是去中心化，也就是他的领导阶层真的被斩杀之后，他们可以按照原定的计划，就原定的位置进行攻击。现在在群龙无首的状况下，川普他连要怎么谈判，要跟谁谈判都不知道，因为这些都是在中下军官他们自行其事。那川普怎么办？川普现在就是杀杀杀！你现在看到伊朗的上空布满了美国以及以色列的无人机，只要你有任何的动静，我马上标定，标定以后马上猎杀。现在的问题是，川普跟以色列到底谁能够最快的掌握所有的状况？真的就像卢比迪讲的，我们现在要目睹全世界2大的空军国家要去彻底毁灭一个恐怖组织吗？好，我们今天请到4百名的台湾首位的财经专家黄寿松，你好，大家好。好，这是美岛电报董事长吴子嘉，大家好。好，第3位是财经专家吕国珍，大家好。好，第4位是总经的分析师高子旭，好。好，所以是大家本来以为说，这一场的伊朗战争，我已经把他的领导人全部都给铲除了，他们已经在第一时间里面已经铲除了，甚至接下来的80个人也都铲除了，可是没有想到。这个战争竟然它没有结束，对，竟然它还持续的攻击，它的飞弹照飞，它的无人机继续攻击，我们才知道说，原来有一个革命卫队，而这个革命卫队竟然在各个单位，在没有任何领导下，我现在就按照我原来的脚本开始攻击。没错，事实上哈米尼被斩首之后，大家都以为说，川普这一次的行动应该可以快速的结束，那股市应该反应2天就好了，就没想到今天股市继续遭到血洗。台股今天呢跌了约莫是1400点，快1500点。韩国股市昨天熔断，今天再熔断，跌了12%，史诗级的一个大崩跌。日本股市也跌了2000多点，美国股市也在跌，全世界股市跌得稀里哗啦。照理说哈米尼被斩了，应该就没有问题啦。大家在担心什么呢？因为大家不知道这个战争什么时候结束。对，因为什么？因为斩杀了哈米尼之后，没想到唤醒了另外一批大魔兽。这个大魔兽就是伊朗的革命卫队。革命卫队来说的话，原来大家现在才知道，哈米尼在过世之前呢，已经有一个剧本。这个剧本就是说，假设我过世的话，革命卫队伊朗最强的战斗力分裂成31个部队，30个部队来说的话，你就用这个游击战的战术骚扰这个美军。另外第二个方面来说的话，虽然我们的导弹打完了，但是我们有什么？我们有无人机，对，无人机继续封锁，继续攻击，我要把这个荷姆斯海峡给封锁掉。这样的话，你反而不知道要打谁，所以现在川普才会说，我想跟他们谈判啊，但是现在他们谁要跟我谈判，我都完全不清楚啊。所以呢，现在川普也可能急了。所以今天早上的时候，这个所谓的卢比欧不是说吗？要释放蒋介石，释放蒋介石什么意思呢？就是要用这个所谓排山倒海、压倒性的武力来攻击。所以他才会说，你现在可以目睹美国跟以色列史上最大规模的这个空军呢，要击败这个所谓伊朗。所以现在看起来的话，大家都没有回头路。那我们就看了，到底是这个大魔兽继续肆虐，还是这个川普的这个军法能够克制这个大魔兽？这就会影响未来几天的这个国际的这个经济局势。所以原来在哈米尼过世之前，他们下了一个密令，对，哈米尼早就知道自己迟早会被斩杀，斩杀了以后，我的指挥中心、我的指挥系统一定会被中断。在中断的时候，我要不要妥协？我要不要投降？我不要。如果不要的话，那我就开始我就化整为零。刚刚思荣讲的，我分成34个单位，在不同的地方，而且这些地方你未来是没有指挥系统哦。对，我就按照我原来的脚本，按照我原来得到的卫星定位，按照我原来的所谓的执行计划，对，我就开始执行下去。除非这些人一个一个死光，对，一个人一个被歼灭，否则这个计划。这个攻击是没有停止的时刻。对，没错。好，那他们的计划到底是什么呢？第一个时间当然就骚扰周边的国家，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现在知道说，
原来你美国用所谓 AI 的方式，那我就把你的资料中心打掉，特别是这个靠近巴林这个地方，他把它打掉之后，你看整个火灾的这个情形，为什么这样做？AI 资料中心，我把它打掉之后，或许你在战场上面的时候，中东的资源会稍微比较迟缓一点点。另外第二个是什么？它攻击这个荷姆斯海峡上面的油轮嘛，用所谓无人机攻击嘛，所以他说他现在的变成是骚扰战术，你找不到谁，但是你不知道怎么打，但是他用这个无人机来骚扰你的一个状况，所以他说现在对川普来说形成了压力。好，不过难怪说他们外交部长本来接班的时候。跟川普讲，我愿意谈。对，那川普也说，对他们来跟我谈了，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就在谈的过程里面，竟然这个部队圣城部队还是继续攻击。对，圣城部队继续攻击，那外交部长讲，对不起，他们是独立而且孤立的进行作战，我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没错，这个阿曼不是被袭击之后，阿曼就说，你怎么这样子？现在所有海湾国家都要对伊朗宣战啊，就这样。这个伊朗外交部长说什么？这个袭击不是我们的意思啊！不是我，他说被孤立的部队在按预先的指令行动。什么叫孤立？预先指令？对，什么叫孤立的部队？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伊朗的革命卫队。好，那伊朗的革命卫队，他说现在已经独立了。好，所以也就是说，伊朗有国防军，但是他们还有一个革命卫队。那这个革命卫队呢，他是听命于谁？听命于哈米尼最高领袖。那最高领袖呢，在他过世之前有下了一道死命令，他们现在就是要进行哈米尼的这个生前的最后的战法。好，那我们先给大家解释一下，那这个革命卫队到底是什么样的部队呢？你看，伊朗的三军一共有43万。革命卫队大概19万，人数大概是2:1哦。不过伊朗的 GDP 这个革命卫队给这个革命卫队的钱跟这个国防军是3:7哦，所以他们给的钱是最多的。给革命卫队是7，对，给国防部军才3，对，而且你知道吗？事实上，我跟他讲，革命卫队是听命谁？革命卫队是直接隶属于最高领袖。这是何梅尼当初的伊朗的革命哈米尼，何梅尼创的，然后交给哈米尼，所以这是他们的部队。那部队来说，有钱到什么程度呢？他们是宗教部队，他们是宗教部队。所以你看这几年不是有什么圣城旅往外输出革命，就是他们。所以他们其实也是常年在打仗哦。美军在打仗，我也常年在打仗，我也常年跟美军在海外打仗，对，跟以色列在打仗。所以这支部队绝对不是省油的灯哦。再加上什么？它其实你看它的革命卫队的 GDP 占整个伊朗的40%，什么意思呢？因为他掌握整个伊朗的进出口都是他在管的，那不只是伊朗的进出口，你知道，连伊朗最大的建筑公司其实都是隶属在这个革命卫队之下。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政经复合体，而且是只属于最高领袖的。对，所以现在这支部队到谁的手上，没有人知道。所以没有人知道，那这为什么没有人知道？因为在这个哈米尼的生前的时候呢，他说这30个部队呢，在这个圣城部队呢，这个革命卫队，在我过世之后，你要赶快打散。3乘31个，然后31个来说，你看他成为31个这个作战单元。然后作战单元的时候，他是说什么？我们现在不是用这个，譬如说我们这个台湾来说，31个单元，你可能都是少将领导，不是？他现在就是说由中下军官你们来领导。对。那领导之后什么意思？没有中心，没有一个中心点，所以你们就各自为政，自己打，彼此也不联络。对，自己打。如果能够联络就能就联络，不能联络就自己打。所以变成是群龙无首，没有一个这个所谓的龙头，没有龙头上，所以川普才说，我要找谁啊？可是问题是，这个部队来说就是非常厉害，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有非常强烈的这个政治思想跟宗教思想，所以这狂热起来之后，你也不知道他怎么办。对，而且这隶属在整个这个哈米尼之下。那现在呢，不是有一个传言，就是哈米尼的儿子已经接了吗？那二儿子对，二儿子接了之后，那这个对这个宗教来说还是怎么样？因为现在哈米尼呢，原本是会炸掉，对不对？就没想到现在哈米尼变成什么殉教者？那变成殉教者的话，那这个部队来说的话，狂热起来，大家根本不知道怎么办。而且还有什么？哈米尼生前还有做一个安排。我们知道，事实上这次被炸死的哈米尼的，都大概就是家人来说的话，和这个儿子都没有怎么样，女婿被炸，那儿子没怎样。对，所以他现在还有3个儿子哦。3个儿子在外面呢，也就是说，好，我现在次子先接班。假设我次子真的被炸掉，我还有2个，对，所以他等于用这样的方式安排了非常多保险，所以我才说这个其实对美军来讲的话，才是比较难产的一个好，那我们现在如果碰到这样化整为零的革命卫队，那他们就潜伏在地底下，然后才冒出头来，是。那美国要怎么对付他们呢？对，美国现在怎么对付他们？美国现在当然就是说，第一个，我们用所谓的空中的武力继续把你轰炸，因为现在这几天的时候，他们也会出来反击美军嘛。反击美军的话，美国就可以知道你在哪里嘛。知道你在哪里的时候，我就把你干掉。譬如说，你看这几天，他们不会任命这个国防部长这个 Lisa， 马上就干掉。也就是说，你敢不到24小时，你出来，我知道你，我就把你干掉。所以，好，你最好都不出来。你说现在川普对伊朗是见一个杀一个，对，你敢出来我就杀你嘛，你敢出来我就杀你，你做出来作战我就杀掉你，所以就很简单。
单。卢比欧不是讲了吗？要释放蒋介石出来，这是什么意思？就用压倒性、绝对的武力压制你嘛。那怎么压制？他可能就派出更大规模的轰炸。他搞不好已经知道这些人在什么地方啊，他就再把你轰炸一次啊，把你轰炸一次的时候，跟你这样作战啊。所以我才说，这个其实的作战已经进入了下一个阶段，就是看革命卫队 VS 川普跟以色列的这个联军。好，郭正，之前有人讲说，哦，哈米尼其实是在训教，就被受到一阵子的讪笑。可是现在按照的是《金融时报》自己写的，《金融时报》非常完整的做了一个非常清楚的报道。他说，哈米尼当时真的准备这样做，因为他已经是87岁，身体有癌症，他来日无多，他在伊朗的评价也不高。他现在用这样的方式，第一个，我让我变成殉教者；第二个，我的小孩才可以接班。那更可怕的是，他当自己变成殉教者的时候，让这个革命卫队全部化整为零，到了地下，按照我原来的脚本进行，让人防不胜防。没错，哈米尼其实他在伊朗的执政状况其实并没有很好。如果他因为老去，或者是现在他传说他可能有癌症也会死的话，那他这样过世的话，历史对他的评价就是非常的平庸，甚至不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统治者，也就是说他是失败的。历史对他定价就是完全是不好的。可是如果他选择这个方式的话，一来他历史的评价会非常高，他就是一个殉道者；第二个，他对于伊朗人或者是整个波斯人，他们底子是波斯人。他们的意志就会完全不一样了，那个抵抗力量就会出来。所以他不是不知道以色列长期在搜寻他哦。对，以色列其实这是一场科技的渗透战。它怎么渗透？它其实整个伊朗的不管是德黑兰或重大城市，所有的监视器早就被以色列渗透。它已经渗透到什么地步？他在打一个社交网络战。什么叫社交网络战？他每天调阅监视器，知道伊朗这些高层官员平常的作息，可能跟谁开会，然后接着去监控说他是不是跟哈米尼在开会，所以可能这些伊朗高层官员的行踪，以色列清楚的比他老婆还清楚哦。我看到了《金融时报》里面写的最恐怖的一句话是说，连哈米尼你每天要买多少菜，你要准备多少的食物，他们都了若指掌。那天为什么会知道说哈米尼会走开会？因为他突然买了大量的食物。当你要买大量的食物，就代表你有大量的人要到你家。他连这个都掌握到了。那为什么觉得他是殉教者？因为跟真主党来相比，真主党当时的领袖知道自己有危机，所以他躲在地底下。当时是以色列用了80颗的炸弹才把你炸掉。可是哈米尼居然说我就在地面上，所以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好，那现在等于说的川普刚刚讲的，我是见一个杀一个，他可以很快的把局面给稳定住吗？对，但是他现在碰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当我们看到这3天的股市，包括日本股市这3天跌了3800点，韩国股市更是可怕，韩国股市今天又再度垄断，是跌了12%，昨天是跌了8%，整个3天下它跌了18%，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史诗级的崩盘。你可以想象，一天如果台北股市每天都跌超过10%，是全部跌停板，你知道吗？那韩元对美元现在已经跌到金融海啸之后2009年的新低。简单讲说，这场战争，川普必须要尽快去解决它，或是盟国也必须要去协助他去解决这个问题，不然就会衍生成为金融危机哦。因为韩国现在已经岌岌可危，3天股市每天都在垄断，你知道那是什么样的心情？那日本其实对他来讲，90%的石油，20%的天然气来自这个地方。那这2个国家现在碰到这么严重的危机，是不是接下来也会响应说？那我一起去荷姆兹护航，然后川普的压力就变大了嘛，局势就相对很控制了。再来是中国的角色就尴尬了，中国的命脉其实是在荷姆兹海峡。那2024、2025年红海危机的时候，其实纽约时报还是讽刺他哦，讽刺中国说你就是在玩阴险的游戏，而且冷漠的看着这边，你知道。红海在攻击其他国家的货轮，那你为什么不派军舰去护航？你为什么不去协助稳定当地的秩序？但是中国后来只是协调跟调停。那现在中国会不会加入到荷姆兹的护航？因为这已经成为一个连锁效应了。再下去的话，全球经济可能会因为股市的狂跌，没有造成实际上，因为我们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说缺电、跳电，可是股市正在发生危机。好，吴董，前天你就讲。现在要观察伊朗，就是它去中心化。去中心化，你能不能够控制？但你说现在川普现在做的动作，就是我用我的科技，用我的空间地图，我真的可以做到见一个杀一个，然后很快速的
压制整个革命卫队的反击行动吗？所以，川普的第一个作战的计划啊，就是说在第一天只斩首行动。斩首行动，它的标的物我记得好像是7个标的物还是6个标的物，所以他打开的那个空中的走廊走道，其实是一个很短暂的，所以他只是为了一个战术目标而去做这个工作，所以就把第一天斩首成功。第一天斩首成功之后，他当双方都知道有这个后续的脚本，对，就是说大家看这个战争要打多久，时间的决定在哪里？这决定在你伊朗的后续的作战能力嘛。对，你对有生力量全部把你毁灭掉的话，你这部队国家就垮掉了嘛。所以川普知道最后要逮捕他的主要的实力，可是实力在哪里呢？你刚刚讲的分散掉了，对，这叫做去中心化。因为他第一天攻打他什么，把他的你记得他有一个最重要的标的物，就是他的革命卫队的指挥中心干掉了，把哈米尼干掉了。哈米尼干掉是最后一个的，他第一个干掉的是干掉他的革命卫队的这个指挥官指挥中心哦，他的指挥链条第一天就干掉了，对，所以这个整个全局已经乱掉了。你现在看到画面就是他们的无人机正在地表，正在准备起飞，它才刚刚启动，它的雷达才刚刚打开，一个飞弹，一个炸弹，马上就过来了。所以他就是因为他的所有现在歼灭的后续武力的歼灭方案是什么东西？就是根据你的电子讯号，然后美军做重新的设定，重新的锁定，然后再攻击。因此你这是现在目前3天了嘛，所以理论上来讲的话，这个时间如果再拖1个礼拜的话，你就可以看到最后变成什么样。它目前总共有2500颗远程飞弹，对，所以这个飞弹靠什么发射？发射车，发射车嘛，他把你发射车打掉了，然后你的这个，所以我听到他们说了一句话，他说现在美国对伊朗，我要干嘛？我让你有弹无车，你有很多的飞弹，但是你根本没有发射器。是，所以他就必须要等到你的发射车的，它是锁定你的通信信号，对，这是主要的攻击方式。那第二个东西在哪里呢？就是说，其实真正的危机啊是荷姆兹海峡。所以影响全世界就是荷姆兹海峡。那这个去中心化的攻击方式啊，跟着时间会慢慢衰退。它衰退下来的结果就会变得很凌乱，它攻击的方式、节奏通通会凌乱。但是这个撑多久不知道，可能撑1个月。所以川普昨天讲说要等4个礼拜嘛，对不对？在4个礼拜当中，有一件事情先发生，就是刚刚国珍讲了嘛，荷姆兹海峡先出来了。荷姆兹海峡它有封锁吗？其实没有封锁，它没有封锁啊。就是这个革命卫队只是指挥官，他放个风声吓你，我要封锁荷姆兹海峡，不让你一滴石油通过，对不对？对，这是嘴巴讲的嘛。对。那你的问题是你现在船公司敢不敢走？不敢，没有人敢走。保险公司不敢保。那好，那我再问你一个更妙的问题啊。川普刚刚讲了，说我要派军队去护航，对不对？那为什么不派？这川普为什么不派？为什么？因为你注意到一个最重要的嘛，那谁是最大得利者嘛？谁？在这一波里面，川普美国的石油大涨啊，2个国家获得最大利益啊，除了中东的国家以外，一个是美国，一个是哪里？对，一个是俄罗斯啊。你没有看到那个德国总理吓坏了，跑到白宫去啊？俄乌战争要垮掉了，对，突然间俄罗斯变得发财了，有钱了，就打乌克兰呐，所以这个整个搅成一团，你看到没有？所以真正的核心的问题，所以你今天打了这个伊朗，就影响到这个东亚，影响了这个所谓的日本、韩国、台湾的股市，就你又影响到俄乌，你又把整个欧洲给吓死了。全球都在一起啊！现在2个地方最可怕嘛，一个就是欧洲嘛，一个就是亚洲嘛。欧洲跟亚洲在抢什么？在抢天然气嘛，两边一直在抢啊，所以价钱一定是上扬。那现在今天价钱多少钱？80几块而已嘛。川普为什么要急？他不急嘛，我们都急死了，他不急。搞你，川普是炒股票跟炒油，是炒地皮专家，他是投机客嘛，川普在炒股嘛，真假的？当然是啊，川普是万物皆可卖，川普是搞什么东西？搞钱的嘛。他是美国总统哎，他总统，他是土匪头嘛，他是黑社会老大。川普就是有利可图才会打这个仗嘛，所以这个利益就是。这个打完之后变什么情况？知道？不管怎么样变化，最后就是全世界的人员的这个人员的主导权，对，是不是重组了？因为伊朗一定要投降嘛，伊朗不是说投降，伊朗一定要臣服了，因为伊朗也不敢真正去封锁荷姆兹海峡，所以他用柔性封锁。那柔性封锁的情况之下，我认为川普在等，
就等你的石油价钱上涨，变得 LNG 开始上涨。他可以处理荷姆斯海峡，他当然可以啊，这个很简单的事情。对他讲，他现在是不是有绝对的空优？有。那你问你，那你你革命卫队要从岸边开始要封锁海峡，你机关枪就可以了。对，你无人机也可以封锁啊。所以他有空优他空中随便搞一搞，你旁边的部队都根本没有办法，没有立足之地啊。对，不用水，但是可以扫雷啊。他真的敢打他的川普会笨到说派海军去扫雷吗？不可能嘛，那会牺牲的嘛。他故意的嘛，我认为他故意在等那个石油价格上扬。对，上扬之后，最大的受害者是谁？你知道吗？中国啊，要知道啊，中国惨呐，这么惨吗？你现在讲的韩国很惨，对不对？但是问题90%石油去哪里？去中国，都在中国，中国昏倒了，对不对？现在全部开始紧急的找油啊，俄罗斯全部供应量20%而已啊，他没有办法，他到处找，所以中国变成最大的苦主。这个事情中国不出来解决的话，他完蛋了。他现在要开两会，对，马上155计划，马上还有 GDP 今年成长5%啊，那鬼头啊，搞不好-10%都不一定啊，这个事情大条了，所以中国是经济上人员损害的最大的被害者。好，对，国珍，我们现在看这张图就是荷姆斯海峡图，它本来它运作的非常多，它很多的船，那现在只有少数的船可以经过，少数船可以经过的时候说，我就让中国的船可以过。我都已经让你荷姆斯海峡的中国船偷偷摸摸的，别的船都不敢动，我让你中国的船不断的过去，这样也不能解中国的燃眉之急吗？我再补充一下，你看现在一开始，他跑得很快哦，他们发现越跑越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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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几个零星的，他后来的标注那就是伊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中国的船过去。这样也不够吗？那当然不可能，不可能会解决这个事情，因为中国5%，外面还有美军啊，明白？你过，我马上就制裁你中国。第一个更惨，我要解释的是，如果以天然气的实物来讲，虽然实物运作的原则来讲，刚才提到保险公司不敢保的话，那就不会有邮轮公司敢去跑这条航线，包括天然气船，所以基本上它就会越跑越少，因为天然气让这个保费不保的话，而且中国的邮轮不是说中国籍的邮轮在运石油，很多的汽船是日本籍的。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我们曾经发生大排长龙事件，就是长龙的货柜轮在苏伊士运河堵住了吗？它是台湾的货，它其实是日本的船东，那是一艘日本船，台湾的人拥有的日本船。同样的，载运天然气的有可能是日本船，因为日本在世界上占有率非常高。那你要不要让日本船通过？还有很多的邮轮也不是挂中国籍，挂的是世界各国国籍。你要不要让其他的国家通过？难道中国要派军舰去辨识说？这艘是我的，这艘不是我的，那不是符合川普的意义吗？川普就要希望你一起来协调解决这个问题嘛，所以实务上就是做不到，那就是一样，中国就会变成实务陷入很大危机哦。他现在国家碰到了就是整个国家其内需是拉不动，那它的出口其实是靠补贴，IMF 统计它是拿 GDP 的4%在补贴。它每个地方都是赔钱的。今天的比亚迪就是明天的恒大，是一样的道理。比亚迪也会制造庞大的债务问题。中国今天有办法 GDP 5%吗？没有办法。韩国发生的事情，中国比韩国还要严重。所以就石油危机上面，中国的真的是最严重的。对，它50%的石油来自那个地方，天然气一样来自那个地方。俄罗斯他不是讲说中国已经储备很多的原油，中国早就已经知道有这样的状况，所以我油源已经准备好了，我没有在怕你吗？对，那当然他说他准备好，跟他是打几个礼拜的事情嘛。好，川普说4个礼拜解决了，那可能4个礼拜会解决。那如果拖了时间越长，它能够满足它的石油供应吗？再来，国际油价已经开始在飙涨，也就是说，大家是在川普在等的就是这件事情嘛。你同意董事长说法？这是川普在等。他要赚2手，第一个是在政治上面我要压着你伊朗，第二个在石油上我要赚到手上。很明显啊，现在韩国有3500亿在国会3月12号要表决，要表决是什么？你要不要投资阿拉斯加的天然气440亿美金哦，那是卡达的2倍的成本。那你要不要买这个天然气？你要不要去？这笔钱你要付啊，你国会要通过。所以川普是用这个来威胁全世界。让全世界重组能源霸权这件事情还是重要的。美国的能源霸权，它的北极利益这一笔440亿美金
韩国国会要通过，台湾当然已经决定了嘛。是啊，台湾要买，对，对，我们已经决定了，韩国没有，所以我们搞到这种事情进来，国会反对，韩国国会3月12号表决，所以谁跌最多？韩国股市，我也不懂为什么它会跌这么多，我也是怎么会去跌 AI 股呢？可是它是3个国家，台日韩3个国家唯一没有通过这笔要投资阿拉斯加天然气的国家哦。好，所以我们要讲，世界是一盘棋，很多事情要的千里之外的这个事情，都会影响到你我的生活。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张图，就是荷姆兹海峡目前的船运图。这个船运图里面，你看到之前它非常的繁忙，但现在船越来越少。你看到这个船跑得越来越慢，虽然讲说可以让少许的中国船只经过，可是刚刚讲到了，现在伊朗出来的石油90%是到了中国去，中国对这个石油生命线的依赖非常非常的高。接下来的川习会看起来，这一定是重中之重。对，没错。实际上这一次的这个伊朗被攻击这个事件来说，中国无疑是最尴尬的。为什么？因为现在根据外媒的报道，就是说美国在拟定攻击伊朗的时候，其实也是对外宣布说，川普要去访问中国，所以等于是2件事是同时进行的。那2件事同时，其实2件事是相关的。它是同一件事，当然是同一件事。然后好，也就是说，美国已经知道说我要攻击这个伊朗，但是我还是要去访问中国，所以这就是要做给中国看，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第一个，习近平或是中国的角色在这一次为什么尴尬？习近平和中国当然知道他们要掌握能源，掌握能源来说的话，当然要跟中东国家打好关系，他们要往来的对象就是伊朗。为什么伊朗呢？因为伊朗是全世界第3大石油储存量的这个国家，尤其是伊朗过去几年来说的话，跟中国达成了这个全面战略伙伴啊，投资4000亿美金在那个地方，所以那个提供给源源不绝的中国人有很大一部分就是来自伊朗，低价又便宜，所以我们的台塑集团为什么被打那么惨？因为伊朗有那么便宜的价格来嘛，而且台塑集团当然会被打得很惨嘛，这是一个原因之一。好。再来就是说呢，因为这革命卫队现在是最后有可能会跟美方这个大干一场的嘛，那革命卫队的他们做生意用什么做生意？石油卖给中国啊，所以这等于钱就是回到革命卫队的手上啊，所以这等于是革命卫队买的装备是来自哪里？来自中国啊。革命卫队在伊朗的核能力啦，伊朗的弹道能力很多也是来自中国，所以等于是革命卫队往来的对象就是中国，所以跟中国关系非常好嘛。所以当然这一局中国很尴尬，中国不能够挺伊朗啊。但是呢，我也不能够整个局作乱啊！为什么作乱？因为现在伊朗能够做的一件事就是瘫痪荷姆兹海峡。但是瘫痪荷姆兹海峡的时候，中国也不能够支持啊！为什么不能支持？因为中国最重要永远是来自这个地方。你看毛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什么？他说：“我们不希望荷姆兹海峡被封锁。”那另外一个，现在这几天的时候呢，王毅有打电话跟这个伊朗的外长讲话嘛？讲话之后，他就说呢：“我希望你们要顾全周边的这个局势，什么意思？就不要封锁荷姆兹海峡啦。”所以那实际上对中国来讲一样非常非常尴尬。好，所以来说中国角色来说没有任何的角色，中国想要在这边调停，他也没办法，他顶多只能够背后施压。就说你革命卫队不要再这个样子啦，这样。但是问题是革命卫队会不会听？不会吗？当然不会听。现在是革命卫队跟美军在搏一死战的时候，你中国也不支持我啊！你中国有支持我什么东西啊？没有支持我什么东西。现在是我的生死战，你在跟我讲交情，你觉得那有用吗？而且我觉得你最可怕的是你碰到别人也就算了，对。你碰到了川普，他是完全没有 mercy 的，是他完全觉得杀人不长眼的。是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美国的总统，当然美国总统本来就是杀人不长眼，可是他总是要包装一下嘛。他现在包装都不包装。刚刚讲到的，像卢比欧怎么讲？你可以看到的2大空军国家怎么样去瓦解摧毁一个恐怖组织。对，他现在的无人机就在空中盘旋，按照吴董讲的，你只要露一个脸，你只要打开，马上锁定，锁定以后马上把你炸掉。对，他是完全的不计成本的耶。对，没错。我们昨天不是讲嘛，现在的这个美国 AI 已经可以做到，我看到你就可以打掉你。对。所以现在来说的话，美国就在等待。你那些好像有点在打地鼠。所以你出来的时候我就把你打掉，你出来我把你打掉。只是说这个需要一段时间，所以才会有4个礼拜这样的说法嘛。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到底荷姆兹海峡会不会封呢？我觉得，因为目前为止来说，根据美国的说法是，所有革命卫队的海军已经完全被歼灭了，11艘完全都被歼灭。所以照理说啦，川普现在的说法是说，国际保险公司不敢保，我美国有一个叫做国际开发金融公司，我们可以让你保。对，让你保的话，事实上如果也敢保险的话，事实上很多船公司就敢开啦，因为你敢赔过钱嘛。只是说这个费用怎么样？你看连川普连这一笔费用他都要赚，对，你就知道他都非常厉害哈。那我跟你讲，这9年都要赚，这个能够想得到，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厉害。你知道什么钱最好赚吗？战争国难财、战争财最好赚。所以你看，
所以为什么我就说嘛，现在这个刚才国珍或者说吴董都讲到一个油价的问题。事实上，对美国来讲的话，油价往上冲，其实对美国的影响顶多是通膨的影响，但是对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来讲是生命的影响。那尤其是你看中国马上就跳脚起来了，那中国跳脚起来的话，川普要的就是这个样子啦。要中国跳脚，你能源被控制在手上的时候，你就完全没有牌可以打。所以吴董，你昨天就讲了这件事情要收尾，习近平会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然后在川习会里面，那就变成亮点哦。这个战争到底能不能赶快收尾？还有，他其实要逼着中国，你不可以再做伊朗革命卫队后面的金主了。他不单是金主啦，而且他们在石油交易的过程中就去美元化了嘛。如果可以继续维持下去的话，那个还得了？对，所以老川不可能让这种事情发生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国珍刚刚讲，他可是如果偷几条油轮这样偷跑过去的话，那被老川逮到，他怎么搞你？他制裁中国，而且购买伊朗的油源的石油国家，我通通制裁。明天马上把你关税100%。我本来还不知道怎么制裁，我现在知道怎么找理由。你买他就给你搞，所以现在没有买了嘛，也没有办法支援你嘛。唯一我们在观察说，因为他现在最重要的是去中心化这个动作。如果说中间有俄罗斯或是中国暗中的提供他的卫星的话，那他作战方式会这个强度会增强。那我看起来这个样子应该不敢，因为现在所以川普现在可能老神在啊，见一个打一个啊，我就可以给啊。那中国现在一个头两个头大怎么办呢？对不对？你怎么搞都搞不定，这是第一个。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毁灭这个政权，他要摧毁政权。然后第二个目标，摧毁政权之后，他就变中东的霸主。对，就是刚刚讲的这个国珍讲到，他是整个世界能源的权力的重组。那有人消费的，中国第一大消费国。那所谓的控制价钱主导者是谁？川普主导的嘛。所以这个战争我到今天才搞懂，为什么？一开始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打。对，现在完全没有战略目标啊。他说啊，他的理由我讲给你听，他理由是什么？他说这个叫搞核人啊，在搞核子武器。结果联合国跟他说没有啊，他没有这回事啊。这为什么要打？他更恶劣的嘛。他接着说他杀我2次。你有没有看到更恶劣的？今天《纽约时报》昨天一篇文章出来更恶劣。对啊。他把他整个做个调查报道，他认为说川普根本就设计好，一边跟你假装谈判。我问你很简单，赫姆尼为什么去开这个会？赫姆尼要谈判呢？对，为了谈判才去开会的嘛。我要跟你谈判，我要有方案，我要内部讨论。我内部讨论的时候就把我给宰了。所以这是设局去把赫姆尼宰掉。所以他是谈得很有进展，快要成功了。赫姆尼认为说这个机会很好啊，快点准备答应老川条件，所以才非杀赫姆尼不可。最后的拍板是他拍板嘛，所以这个整个《纽约时报》的写法就是那个时间的那个 timeline 就时间线的过程，这个轰炸根本就是一个设局，把他绑架干掉了嘛。太狠了吧？当然不是这国际政治，他也杀了很多美国人啊。对啊，那也不管了。而且他干掉以后，他能够影响，能够把政权掌握吗？不可能啊，因为他已经不可能派地面部队嘛。对，那不可能派地面部队，他把他干掉了怎么办？就剩下的是什么？他知道就是这个革命卫队，革命卫队跟他的儿子，跟他的大儿子合作。他大儿子本身呢是个庸才，而且在宗教的地位不高。对，照法律上来讲的话，或者他们的法则上来讲的话，不能够接最高领导人。对，所以这个机会来了。你本来是 disqualify 不合格的领导人啊，因为你老爸死了，临时没办法把你抓出来当最高领导人，那他会怎么想？他想说快点跟老美和谈呐，他才不要跟你打仗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我认为这个后面的脚本啊，以色列跟川普通通都想好了。他有这么厉害吗？当然那么厉害，他没有那么笨，他知道这个就是油源的重组嘛。油权的全球重组，所以很多人讲说，现在川普失控了。你看，这样川普愁眉苦脸，不是这个样吗？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不是吗？你看今天，你看 Rubio 出来，然后记者问他说：“你要不要跟国会沟通？”他没回答，他甩都不甩国会啊！那国会在哪里？北府你赶紧信到，刚才搞成这个样子。好的，子旭，现在大家都很紧张。那这个事情到底可以善了吗？还有今天股市跌成这个样子，真的是因为荷姆兹海峡被控制住吗？我认为荷姆兹海峡是一个引爆点。它的概念就有点像是可能有一个矿坑里面这个甲烷浓度很高，到底那个打火机是什么？这个条件不一样。环大会，对，只是这一次的环大会是荷姆兹海峡。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在最近的一个美国的一个油价，应该说报价有2个，一个是轻原油，一个是布兰特原油。那两者大概一桶相差$7。然后，那我这边主要是讲美国的一个市场概况。我们看到呢，最近的一个轻原油价格大概从每桶50几块美金涨到70几，但是也如刚各位来宾讲的，70几它是一个很高的价格吗？并不是啊。像是在那个疫情发生之后，一度原油的一个价格每桶来到接近$100。所以现在70几它并不是一个很高的价格。当然，它也会推动美国的通膨上扬，只是说它的一个比例上啊，大概就是0.2、0.3这样一个比例。所以如果刚讲说，政治面或军事面，对，川普他确实有时间去处理这件事情。那当然，在川普眼中哦，其实我们这种外行人会觉得说，你现在的民调不高，你现在年终要期中选举了，你一定要顾好你的基本盘，所以你不能让你的通膨发生，你不能让你的经济不好。你说这个东西现在不是川普考量的范围，这是正常的想法，但这不是川普的想法，因为他一直不觉得通膨很高，甚至他不是派的就是有一个就是属于他的人去这个担任联总会的一个理事嘛，甚至认为说现在的利率可以降到2%，所以我们不太能够用一般人的思维去思考川普他到底在想什么。那当然啦。刚刚来宾也提到了，现在美国除了在打这一个伊朗之外，背后还有考量是什么？川普想要卖天然气，好，那价格也比较高嘛。你也觉得他要卖天然气？我认为他是有这样的一个经济的一个考量。好，那当然我会回到金融的角度层面来去看这件事情，它到底对于在市场层面、金融层面，它要怎么来去做发展？那就如刚讲的，现阶段的一个行情的一个下跌，是因为散户或投资人对于在这个所谓的能源担忧这件事情上面，心理上有所恐慌，这是一个层面。另外一个层面，我等下会来去提到，其实就是过去已经涨得太多，杠杆层数过高。好，那我把这个表讲完后，这个是美国的一个汽油价格。美国的一个汽油价格呢，现阶段大概每加仑涨到了$2.5，但是也刚讲了在通膨真的是2021年、22年发作的一个时期，当时美国的一个汽油每加仑是来到接近$4左右，所以要说现在很高吗？并也没有。但是如刚讲的，不论是原油的价格也好，或者是汽油的价格也好，近期大概都涨了30%。但是在整个美国的一个 CPI 的一个权重里面能源大概占6到8%。好，我们就假定所有的能源都涨30%了，30%乘以6到8%，其实对于 CPI 的反应大概就是在0.2、0.3，它的比例大概就是这样子。但是目前美国的一个 CPI 大概是保持在2.4到2.6。如果进一步走到2.6到2.8，确实以现在联准会的一个这个利率空间来讲，也没有太多的一个降息空间。所以你可以看到，川普现在跟整个革命卫队已经开始跟时间赛跑，一个就是赶快按照我既定的计划，我要把我的飞弹，我要把我的无人机攻击周边的国家，我要把天下搞乱，搞乱了以后，我要让川普有压力，然后我们来进行谈判。但川普就是我现在见一个杀一个，你只要敢冒出头来，我就把你给宰掉。而这样的一个比赛，谁会取得优胜呢？过去我们常常讲这个 AI 在改变这个世界，你可能还没有那样的感觉。现在我们看2张图，你就可以知道，第一张是就只有一个人，一个工程师，他等于把现有资料整理以后，你想看到这个是整个中东的战略地图，中东的战略地图可以把天上的卫星，也就是现在这个时刻天上有哪些卫星，这个时刻有哪些船只，甚至每只船只都可以标定，连你 F-22，你美国的所有的军舰标定的位置都可以在里面，一个人用现有的资料居然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空间地图。另外一个就是中国这2天非常有名的一个影片，20分钟的霍去病，3个人48小时只花了14000的台币，他居然就做出来了。对，没错。事实上 ，AI 到底改变这个战场多重要？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事实上，这个美国的民间人士啊，他用什么方法？他用他自己收集的这个程式，然后呢，马上就跑出来了。我们刚才看到那个所谓用上帝视角，他把2月28号开始启动了史诗之怒，还有以色列的攻击，他全部把它弄成一个短片。这个短片里面涵盖什么呢？涵盖地面上的这个轰炸，就是我怎么轰炸你的一个状况。然后美国军队怎么飞，譬如说从以色列飞的啦，或者从这个美国本土飞过来的啦，或者从这个阿拉伯的这个空军基地飞过去的啦，然后我炸的这个时间点顺序，然后我先炸哪里，炸了那个结果，那周边的飞机怎么飞，全部这就是一个上帝的视角。而且刚才讲你是哪里的哪里国家的飞机，我全部都标定的清楚。对，而且你看非常清楚，它怎么飞，然后怎么攻击，你看你可以用随时点，因为这是随时发生，而且你连天上的卫星。
你这个天上卫星是这个所谓的北斗卫星，是还是 GPS，是还是伽利略的？对，它全部都把你标定出来。对，而且它连你跟谁联络，它都可以被标定的非常清楚，所以我才说他自己做成了一个上帝视角。那这上帝视角，你要想说，这是民间人士他自己一个人啊，他自己做出来。那我就跟你讲。如果一个人这么厉害的话，那你想美军到底多厉害？好，那除了这个上帝视角的这个影片证明了这个 AI 的厉害之外，还有这几天在这个网络上呢非常红的霍去病嘛，你看这个影片来说的话，20分钟的影片里面来说，你可以看到说他们这个影片已经点阅非常非常的多，而且成本3个人做的成本才12000块台币，然后有整套流程，中国有给他的这个 AI 的这个软体，它可以跑出说我要怎么写脚本，那我要怎么弄这个分镜，然后弄出来生成之后就弄成这样的影片。对，除了中间有几个小问题，就是你没有马镫，那个时候没有马镫以外。其他全部都栩栩如生。对，如果你去看这个影片的话，你会觉得说好像是真人拍的，但其实它是以 AI 影像生成。所以跟你说，这个 AI 已经改变了我们未来所有的人类的这个状况。那你知道吗？美国现在不是在跟这个 Anthropic 不是在吵吗？说你到底要不要那个？现在谁呢？那现在伊隆马斯克说啊，他不要来没关系，我的 Grok 可以给美军用。所以呢，事实上现在整个 AI 的这个格局来说，真的改变了这一次的全世界的作战方式。对，吴董，从这两个可以看到，美国一个工程师。他这一个工程师，他居然可以自己做出来，从2月28号到现在的所有的战场地图。另外一个就是中国这个仅花了这么少的成本、这么少的时间，可以做一个戏剧。他说现在他可以在可以在1天的时间内形成80集，80集，代表现在美中这个 AI 战争是真的玩的。现在霸权是真现在本来的项目就一项，就是 AI。那 AI 的核心的部分呢，就是台湾的台积电的晶片，所以原来就一个关键之战那是由美国领先，台湾配合，我们看到了但是今天的局面第二个局面出来了，人员之战人员的权力重组，全球重组，现在美国拿到了，对，你看委内瑞拉，然后中东全部是未来是全部对，然后在中东现在全部都站在伊朗的对立面，全部都站在美国这边了。也要注意定价权在手上那俄罗斯怎么办？所以俄罗斯还能够再玩下去吗？所以他势必也把俄罗斯也要整合进来。所以未来他有2大权力在身上，一个就是晶片，对，一个就是人员。那这2个东西如果都被川普美国主导住的话，美元当然就进来了嘛。那美元进来的话，美债其他美军的通通都整合进来。所以在这个突然间几天之内的变化，让美国掌握了一个绝大的优势，让中国快速的居于这个劣势情况之下。对，子俊，这2天我们刚才讲，全世界的股汇双跌，只有美国很奇怪，美国的这个反而美金越来越强，甚至讲现在避险还是用美金。你说一个关键就是，以前美金强，是因为我的油是最大宗物资，所以我用美元计价，它有很高的价值。现在又加上了一个晶片，因为晶片也是用美元计价，所以美国如果可以掌握晶片，它在掌握了石油，2大大宗物资都在我的手上，它的美元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威胁到它地位的了。其实我认为，纵使不去做这件事情美元的地位也不会大幅度的滑落。为什么？因为现在不论是在金融市场的交易也好，或者是国际的贸易，或者是外汇储备，美元还是大众，特别是在金融市场交易，美元还是大众。那当然，我们看到了从2025年川普上任之后，他的一些言论一直在破坏市场对美元跟美债的信用，导致了美元的下跌。但是大家有没有关注到一件事情？美元的下跌，我们看到了到了2025年的下半年，联总会是不是开始又做降息这个动作？可是美元没有跌了，为什么？因为美元这件事情的反应，早在2025年的上半年优先反应完毕，所以到了下半年，我们看到美元没有跌。那当然，前阵子川普又再次的破坏美元的言论，导致美元短期破底，可是立刻拉上来，再加上战争的因素，看到了美元基本上打底的形态算是结构性非常的一个完整。那当然，在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了美元走弱的过程中，什么东西在涨？黄金在涨。那黄金呢？我这边简单重点讲2个阶段。黄金上涨的第一个阶段是从2022年开始到2024年末，这一段是在涨什么？当时乌俄战争开打之后呢，大家发现原来外汇储备是可以这么轻易的被冻结。我这边就常问一个问题我国外汇储备有6000亿美金，
这个6000亿美金是美元现钞在我国的国内吗？没有，它是一个账上的数字。而我国的央行必定开户在哪里？美国各个银行户头上。所以去冻结外汇储备非常的简单，只要美国下一个指令，哪个国家哪些户头你不准动，就冻结了。所以冻结了之后，大家发现，原来外汇储备可以随便，我记得俄罗斯好像被冻结了3000多亿美金吧，随便可以冻结。所以各国开始不止俄罗斯，不止中国，很多国家都开始增加黄金的对黄金的外汇储备。但是我常提一个点哦，就是说美元它有一个特殊性，美元长期来讲它还是一个重要的国际贸易货币，而不会因为美元的信用被破坏导致美元价格崩跌。为什么？因为太多的商品都是以美元定价，它会发生什么情形？美元的信用被破坏，不是美元暴跌。如果美元暴跌，不就欧元暴涨？不会是这样，而是什么？美元的每单位购买力走弱，反过来叫做原物料各种你想到的原物料长期价格上涨。所以呢，长期的问题有长期的问题，但是确实在这个动作上面是巩固了一部分的美元霸权。好，我们再看看那个4D 的影像，你都可以想一下，一个人在1天的时间印到现有的资料里面，现在 AI 的时代来临，真的让很多的门槛都被打开了。我现在看到美国这样的军力展示，把大家都吓坏了。我们看到现在国民党本来你要党军购，现在也不给党军购了，而且我们看到卢秀燕还说至少要9000亿，但是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郑丽文还没有要妥协哦。现在我看到了国民党内对他的压力是越来越大了。现在国民党内部变成亲中派跟亲美派两派在这边斗争那所有的人通通站出来了。郑丽文现在变成孤家寡人了，不过当党主席、当皇帝就是孤家寡人了，本来就是他就是现在单操一个嘛，对不对？我觉得今天比较大的一个动作是他居然投书 Foreign Affairs， 就是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了。那投书的核心是什么？两大部分他提到他自己的主张，就是9·2共识，反对台独，一个中国。那这个因为他党主席的身份，所以 Foreign Affairs 当然会收他嘛那然后第二个部分他提到什么东西？他说我们要跟中国跟美国都维持良好关系。那这两件事情在他的论述里面完全直接冲突那好，那这个问题来了，我们要讲的郑丽文这为什么会写这个文章？当然他写这个文章目的是干什么？他修理国内的国民党的亲美派嘛。他说我现在是要两面讨好你们现在是抱美国大腿对，压单边我们台湾不要选边，不要压单边，他不要选边，他用的是我看的是中文，我没有看英文。对，他不要选边，对他的英文我没有什么兴趣看我看中文。好，那现在问题来了，我现在请问你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我们不要谈台湾问题，你写的这种文章，你不要选边的情况之下，美国人会欣赏你吗？你就是我的地盘，你不要选边，林北的官吏你就是我管的，你还不要选边，当然是我这边，对不对？那我不只能听美国的吗？那不是，那我问你，他不是亲中吗？对。那习近平看你这个，你不要选边，什么意思啊？不是本来还有什么政协会、习政会吗？对，不给你来了，所以不能刀切豆腐两面光。当然，所以笨这个笨老金花这个人就是你讲过有一种人就又认真又笨又勤快，对，又笨又勤快，他就是郑丽文，笨到这种程度对你说，他这样做两面都不讨好对啊，我的问题很简单，我本来是要两面讨好，我现在两面不讨好。对啊，你本来不是讲了我要很光荣，我以身为一个中国人作为我的骄傲还是光荣的？我忘记他那个原文是什么东西。反正为什么要作为中国人要认为是一个作为骄傲的事情呢？因为我做美国人，有美国人出来讲，我做美国人，我要作为美国人骄傲，没有嘛，神经病嘛，你知道，拍马屁，所以整个都是拍马屁的逻辑，不知道是拍谁马屁，拍老公马屁嘛。所以郑丽文脑筋坏掉了，然后今天做的最大的错误是什么？他两边都得罪，他得罪老美我认为无所谓，他不怕得罪老美，你知道吗？他现在怕是得罪老中，他不知道他写这个文章不选边的结果。57台每晚9点，宝洁点兵点出全球战略新布局。